君子报仇，我10年不晚。倾盆大雨，再配上灭门惨案，这是林家栋首次与胡歌搭戏，两人牵手送家，上演了一出悬疑惊作。再给。身价100亿的泰格家里发生了大事，因为他早已失踪12年的女儿，如今居然被东莞仔给找到了。消息一出，就犹如晴天滑下一道霹雳。阿梅赶紧打电话询问是不是真的，东莞仔很确切的回答如假包换。听到这里，泰格却是一脸的愁容，他无法想象自己的小女儿竟然没死。而作为家中长女的阿美更是惊讶，毕竟妹妹的失踪与她脱不了干系。东莞仔根据现有的证据表明，当初绑架妹妹的是3名外籍男子，不过他们早就遭遇了灭顶。至于是谁杀死了绑匪，眼下东莞仔还没有查到，但泰格才没有心思搭理这些，因为他只想小女儿平安的回家。几天后，东莞仔把车开进了豪宅，这回他给泰格一家带来了惊喜，一个长大成人且10多年未见的小丽。母亲想要走过去拥抱一下，可是小丽却感到万分的惊恐。也对，毕竟他们太久没见，彼此身份也是合乎情理。阿美让小丽不要害怕，而小丽只是傻傻的看着他们。但有些事情泰格没有想到，自从这个小丽回来以后，家里的怪事是一件接着一件。先是阿美上街时有个黑衣人跟着她，然后又是女秘书与泰格的事情被人揭发。可就在一家人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东莞仔却突然找上阿美，想要笔录小丽。对于他的这个请求，阿美并没有答应，因为现在的小丽还没有完全接纳家人，要是出了意外，母亲一定会拿她试问。与此同时，那个黑衣人盯上了泰格家的保姆。或许你已经猜到黑衣人的身份，没错，他正是胡歌扮演的丧彪。丧彪之所以要跟踪泰格一家，就是为了给自己的母亲报仇。至于小丽跟他有什么联系，这需要东莞仔的脑细胞来求证。或许阿美是为了缓和姐妹之间的感情，她背着母亲把小丽交给了东莞仔。可惜东莞仔问来问去都没有结果，还让小丽回忆起往事而吓得大声尖叫。母亲在得知以后是大发雷霆，她不许东莞仔和阿美再靠近小丽，如若不然，一定会要他俩好看。殊不知，小丽早已不是当初的小丽，此刻受到小丽威胁的还有一人，那是泰格同父异母的弟弟郭靖。听到小丽已经回家，他2个晚上都没有合眼，匆忙致电泰格也是为了打探消息。奈何泰格是狗改不了吃屎，他仍旧和自己的女秘书在酒店瞎混。入夜，丧彪悄然无息闯进泰格的家中，可是除了小丽以外，他们全然不知，隔天小丽在公司终于见到了郭靖。从他看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，这2人之间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恩怨。没过多久，曾经的管家就接到一个电话，而电话那头却让他一定要注意身体。这管家猜了半天也没有猜到是谁，但就在他苦思冥想的一刻，阿美居然跟东莞仔说出了实情。原来当初是因为自己嫉妒妹妹，所以才将她一个人丢在花园里面，从而导致小丽被3个劫匪掳走。不过随着阿美的心事越聊越多，她与东莞仔的关系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。再看管家这边，此时他已经倒在了地上。很意外，下此狠手的竟然是小丽。想必这些年来他一定遭遇了很多折磨，不然他也不会查出管家与绑匪有关。在逼问出绑架他的主谋之后，小丽嗖的一下就结果了管家。好巧不巧，保姆恰好又刚刚下班，于是乎小丽一不做二不休，当场也让保姆领取了泡面，因为她也是小丽绑架案中的一员。下此狠手，其实小丽也是逼不得已，毕竟在她身后还有一个毒辣的丧彪，而丧彪的生父居然是泰格的弟弟郭靖。话说郭靖在年轻时惹上不该惹的女人，所以泰格趁机霸占了所有财产。之后泰格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硬是逼着郭靖害死了丧彪的生母。但郭靖也不是一个吃素的家伙，他把丧彪送去国外的一家孤儿院中，并且还从小给他灌输一些报仇的思想，同时也是他指派绑匪掳走了小丽。如今他见小丽没事，又产生了歹念。当然还有这个已经20出头的丧彪，可能是导演刻意的安排。东莞仔这边也查到了一些线索，那个当初索要赎金的账户在郭靖名下。事不宜迟，他们当即开始了行动，而郭靖派出的杀手此时也盯上了小丽，真是好险！如果不是小丽跟母亲兑换了衣服，恐怕倒在商场中的人就会是他。东莞仔知道这件事情一定很不简单，所以他拼尽全力也要抓到那个杀手。在地下车库中，他们上演了一出对决好戏，可是因为东莞仔的枪法太好，那个杀手居然当场领取了泡面，真是遗憾，东莞仔又失去了一个证人。随后他突然接到阿美打来的电话，阿美说他的母亲已经变成了植物人，于是东莞仔立马将目标对准了郭靖。然而他还是来晚了一步，此时的郭靖已被丧彪给扔下了大楼。要知道郭靖可是丧彪的生父。喂，你阿爸做咩？你癲咗啊？邊個爸爸會叫自己仔去殺細路啊？君子報仇，10年未晚。你教我啊！东莞仔当即封锁了整座大楼，可是他在楼顶却没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。眼看这件事情是愈演愈烈，阿美却与东莞仔正式确立了关系。很简单，他想他找出害他家的凶手，而东莞仔受其嘱托也不含糊，他不仅在隔日再次赶往命案的楼顶，隐约间他还感知到了凶手的模样。此刻阿美突然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，根据指示，他在雨中找到了小丽，可另一边的丧彪却再次犯下了命案。这回他给泰格制造了一起车祸现场，并且还把泰格的女秘书也放入车中。等做完一切之后，丧彪又毁掉了所有。收到噩耗的小丽是
哭得死去活来，但阿美却认为他是猫哭耗子假慈悲，因为律师给他俩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：泰格名下的所有产业由小丽继承。简单一点就是阿美什么都没有得到。电梯中，他质问小丽那场车祸的真相，可是小丽并没有回答，而是直接走出了轿厢。眨眼的功夫，小丽又约见了丧彪，他俩准备将资产变现，然后远走高飞。不得不说，这个想法的确是妙。顷刻间，丧彪突然开启了回忆。我又唔係狗，我唔會就咁算數㗎。当年是丧彪从绑匪手中救下了小丽，没有他也就没有小丽的今天。丧彪为了复仇已经到了病态心理，只要谁敢阻拦他，一个都不会放过。但小丽毕竟还是个孩子，他曾想过要逃离丧彪的魔爪，可惜那双小手已经沾满了鲜血，所以说他现在回头似乎有点太迟。丧彪知道阿美一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于是就趁着夜色将她绑回家里。他想让小丽来结果自己的姐姐，可是小丽却突然把刀口对准了丧彪，大事不好。丧彪认为小丽背叛了他，所以毫不留情地划拉一下。再看小丽已经是命不久矣，眼看丧彪就要魔杖，阿美突然举起了小刀，在痛快一下之后，他拔腿就跑，奈何丧彪的身体异于常人，拿起砍斧便追上了阿美。然而事情到这里又出现了反转，只见一辆汽车突然出现，还撞飞了丧彪，不用猜也知道，那正是赶来的东莞仔。故事结尾，阿美继承了所有产业，然后他与东莞仔开启了新的生活。看完此片，不知大家有何感想？反正阿国挺佩服导演的脑洞，居然找林家栋和胡歌来拍这样的电影。